又想做什么？哎，太子殿下累了一天了，我自然是要为太子殿下宽衣解带才是。没想到你平日蛮横无理，私底下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那是自然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是啊，10年惦念，如今皆成过往。太子殿下这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注意点分寸，然乐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这个钟离文派来的人啊？来的不是时候，走的也不是时候。本来还想着太子殿下有了安乐的贴心服侍，定然会跟安乐坦诚相对的。安乐，你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就算是我荒唐，你也配合我唱了双簧呀，太子殿下。赈灾粮目极困难，这钟离文设宴，是想拿我手上的赈灾银，去买那些富商手上的余粮。但是这些余粮本来就是官仓的，到头来，这些银子还是会落到他们的手中。哎呀，他真是好一个暗度陈仓啊！你说钟大人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古云年视你为眼中钉，钟离文势必会在宴会上摆你一道。但我看太子殿下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想必心中是已经有了打算了。任安乐，你果然是我的好知己。知己，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好知己。没事儿，我任安乐脸皮厚，只要太子殿下说是知己，那就是知己。不过，如果安乐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太子殿下可否答应？任安乐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请求呢是希望太子殿下可以叫我一声美人。美人，好，就这个位分了。太子殿下可是答应我了。好茶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，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代慕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，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，
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。海量啊！是啊，来，任大人，哎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哦，干！安乐，你辛苦了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蒲柳之姿，焉能入人卿之眼？能入。太子殿下荣冠中原之脸，自然是能入。人卿今日行事，也叫我佩服。然乐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不用谢，我说过太子殿下所愿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太子殿下该不会以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任安乐可是正经人。一本正经的任安乐，唯独在我面前胆大包天。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礼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礼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然了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礼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
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。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，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内账还有河工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工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一本内账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工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唉，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做些什么好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任安乐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子远，是你。你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对，太子殿下，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可否跟紫渊说一说，当年陛下被问罪之后，陛下可曾让你看过什么证据？我夸奖了。
10年前，狄家驹就安侯府，还有府里的海棠花都开了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是很美。那陛下可曾对你说过什么？太子殿下。陛下对我说，他说你是我的太子妃。什么太子妃？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小丫头。本以为私下独处能套出点话来，没想到喝醉了比任安乐还不靠谱。任安乐，韩烨会去弟子园，他不会把太子妃之位给天下任何一个女子。哪怕他对别人动了心。殿下，醒了。那，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，门没锁，推门。苑琴，不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晏殊？哦，太子殿下这么早找我，是为何事啊？任安乐，我不善饮酒，昨日若是酒后失礼，还望你不要责怪。哎，昨夜太子殿下可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可以再逾矩一些的话，我现在也就不用为了太子妃之位这么死磕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什么话呀？我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？哼。任安乐，以你的才能，若是可以，你可愿陪我共创乾坤盛世，就如同当年的太祖和狄家家主一般？
太子殿下，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韩太祖和帝圣天了。是我妄言了，安乐。我想，我们还是聊聊河宫和内帐的去向吧。这才是我仰慕的太子殿下呀，也是把所有麻烦都推给安乐的太子殿下。这些我认得，这是苑叔他们的收获，但并不是钟离文的内帐。内帐是死物，河宫可是活人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活人难藏。钟离文若是被我们逼急了，必会对这500人下手。就算下手，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藏身之所呀。我昨日意外得知，穆天府只用3天时间，便征召了500位矿工。这些人很鸡贼啊，居然把河工当作矿工来看待。大人，他们已经查水患的事情了。他们真的要从水患入手？千真万确。这事到如今，那些矿工就不能再留着了。今天晚上你就带人。大人，那可是足足500条人命。怕什么？啊？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多山贼出没，今夜山贼突袭赵家庄，500矿工无一人幸免于难。是。那依照殿下的意思，这钟离文还真是钟义侯的一把好刀啊。这账本上记录了同矿地点，就在城南赵家庄。那这矿工找到了，这内帐又该如何呀？我一会儿就去拜会一下钟离文。至于这封信，殿下果然学会查人了。简聪，殿下，一会儿将这封信送往驿站。记住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的手中。属下遵命。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，我倒想看看这些穆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。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，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
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穆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？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，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。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九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。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？同床还差不多。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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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荒唐！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，你很好。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便设计我带上他，又以怨秦师探确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了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殿下都忙完了？对。钟离文贪墨赈灾粮和河堤款的证据确凿，已判秋后问斩。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，还有乡绅家产充公，已被赈灾之用。殿下办事利落。安乐，你也并未偷闲。为殿下排忧解难，我还是很在行的。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，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不是吗？安乐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
哦，说到这个我们，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。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3级啊？我想想啊，美人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？这么看来，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不管我觉得如何，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？殿下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我猜猜啊，殿下应该是在想，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，而我呢，就偏偏不遂他的意，气死他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殿下就是在想，等回京之后，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，跟斗蛐蛐一样看着，得有多好玩，是吧？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一定是在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。要不，殿下就是倒着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。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。难道不应该吗？是，我也时常告诉自己，不应该。不想就不想。那殿下倒是告诉我，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？依了你的建议，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。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？新的府尹即将上任，若刺杀发生在慕天府，会让他惹上麻烦。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，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。任安乐，真没有，我其实是……哎呀，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看，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，快看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任大人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寒夜携任安乐，拜谢诸位。太子殿下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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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乐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，是韩家的福气，也是大靖的福气。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，想必他也不会后悔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，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庆的盛世。安乐，见臣礼吧。
我还以为太子殿下让我行晚辈礼呢。太子殿下带臣到这儿是为何事啊？墓碑上的字，乃帝家家主留下的。太祖遗旨独葬于苍山，除韩帝两家骨血外，外人皆不可入。就连太后也不可以？陛下曾说，皇祖父此举荒唐自缢，给皇家留下了闲话。从这个方向看过去，正是靖南。如太子殿下所说，太子殿下带我到这儿来，是否有违了祖制啊？我想让皇祖父见见你。他老人家一定很欣慰。安乐，我能预见，你会陪我创下大晋盛世。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殿下想说的，不止于此吧？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离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钟叶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3万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，殿下，好身手，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
大境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，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舒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肃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同框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知道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然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然安乐，
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。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啦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去。然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看不见我了吗？来，任大人，敬你一杯。骆大人，分金离股的手法刑部用的如何了？任大人的手法果然好用，所以呢，我连夜上奏，希望与任大人在朝中结为同僚，不要被儿女情长耽误了自己的前程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这个人心里就只有儿女情长，看来是要辜负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再说太子选妃一事，毕竟是我提出来的，如果我事先退出的话，岂不是就给别人做了嫁衣了？对吧，太子殿下？太子殿下，你平时还说我如此饮茶呢，怎么如今自己如牛饮水了？任大人，恭喜呀！哎呦，侯爷都来恭喜我了，实在是不敢当。任大人太谦虚了。试问座下各位，有多少人没有尝过你的手段？我看看啊，哎呦，就差侯爷您了。您可得谨慎点才是，别哪天您就领教到我了呢。任大人屡屡立功，怎么也有本侯的功劳啊？侯爷说的正是，如今古奇善还有钟离文都成了我的垫脚石。说到这里啊，我就不得不跟侯爷对饮一杯了。还有一杯，就预祝您的女儿可以成就我的太子妃。哦，然乐，这毕竟是在正殿之上。那又如何？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倒不如就让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还能有点收获呢。骆大人，来。到了。都怪殿下不会喝酒，也不会替安乐挡酒，害安乐醉成这个样子。你没醉，别装了，快起来。殿下不也一直都在伪装吗？然乐，你以后别再用太子妃之位当借口了。借口？我跟殿下一起经历这么多，你还是这么认为的？虽然我是输给了先皇的遗诏，但我并没有输给弟子园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如今快要下山了，我们2人必须恪守礼节。那是谁？那人在江南客栈说什么10年殿念皆成过往的？我今后日日得见紫园，殿念自然皆成过往。没想到殿下也会说这种赖皮话。
冉安乐，我必须信守承诺，护她周全。啊！我不听。去刑部。是。子源，小时候我在这儿失足落水，你救了我，没想到造化弄人，现在池塘里的水接近干涸，而你甚至连名字也变了，你要改名叫承恩。这里也要变成了大牢。韩家对帝家可谓赶尽杀绝，为何两家会有如此深仇大恨？这靖安侯府，这一草一木，一瓦一石，我都无脸拜祭。可是我又怕我战死沙场，忘记了这些噩梦一般的往事。安宁，太子哥哥，安宁，不要再忤逆陛下，陛下生气，你也会受伤。帝家满门被斩。就在这靖安侯府，子源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我不敢想，却也不敢不想。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，假装这是一场梦。我知道，也记得，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，回京后，却只能夜夜笙歌，日日宿醉。你不必如此。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年在这片池塘，子源救过我。那样的子源，是不会轻易变成帝承恩的。也许是，但是在岱山被囚禁10年的滋味，我们无法和他感同身受。我宁愿他在岱山之上，起码大晋会和平，子源也会安全。安宁，子源下山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承诺。何人在此？冉安乐。太子殿下找安乐，安乐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谁说我是一个人？哎，快！骆明熙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深更半夜，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，还能干嘛？自然是聊公务了。聊公务？嗯。大理寺环境还不够好，你们2位还要来此处聊公务？这靖安侯府马上就要变成刑部大牢了，所以我提前过来看看哪里适合安置刑具。冉安乐，我怎么不知你还关心刑具之事？唉，既然都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看穿了，那我便从实招来吧。其实，我此番前来，正是因为帝子源。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靖安侯府，帝子源住过的地方。苑卿曾经对我说过，
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所以我就是想过来瞧瞧，这弟子园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让你们如此念念不忘。你，从来都不跟我讲弟子园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，还能够关心弟子园的，就是骆明熙啦。唉，我此番把所有安乐寨水牢里的机关刑具一一都告诉了骆明熙，要不是因为那弟子园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。嗨，安乐啊，你想知道子园的情况，尽管来问我嘛。我可是重金押了你当太子妃，怎么会不帮你呢？早说嘛！然乐，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，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。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哦，那这下好了，京城里2个最了解弟子园的人都在这儿，你问他们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收了我的礼，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？你看，月亮这么圆，太适合一起喝酒了。走，安妮。好，走走，喝酒去。干！干啦，再来。子园性情率真，和你很是相似。要是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。那他如果看到我跟太子殿下如此相亲相爱、如胶似漆，他不会吃醋啊？是同舟共济，肝胆相照。感情因为我抢了殿下本书，殿下还记仇呢。那书你也知道，并不普通。殿下赚个弟子园，我只赚本书，亏还是我亏。哎，我来。多谢骆大人，既然有酒有菜，不如玩点小把戏助助兴，如何？什么把戏？既是肝胆相照，等琳琅姑娘琴音一停的时候，这朵花落在谁手上，谁就诚实的回答一个问题。若是不回答的话，就得饮酒一杯，如何？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你不能喝酒就不喝好了。就是，那快开始吧。来吧，小琳琅。还给你。就是你了。太子哥哥。殿下，我就知道这冤大头铁定是你。太子殿下，那我可提问了啊！既然这弟子园被灭了9族，为何你还要坚持娶她做太子妃啊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来替哥哥说。大晋建国前，帝家家主帝胜天拱手相让半壁江山，先皇为了巩固帝韩联盟，传位遗旨里确定子园为哥哥太子妃。来吧，继续，继续吧，继续，快。太子殿下。又是你啊，太子殿下！那我就再次提问了。既然太子殿下非弟子园不娶，那一是不是为了先皇的遗诏？那二就是为了替韩家还帝家的情啊？殿下，殿下，你不能喝酒。殿下，太子哥哥不善饮酒，我替了。继续，快，继续，开始。给我，殿下。
终于到你了，我来。安妮啊，你为何不希望弟子园下山啊？这天下人都知，帝家对韩家有恩，却不知这韩家对帝家有愧。安宁，殿下，将军他沉郁已久，你让他发泄一下。安乐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年帝韩两家曾打赌，谁的兵马先抵达帝北城，谁便称帝称王。你猜？谁先到？是帝家，是帝家赢了这赌局，却还是把这江山让给了韩家。你说，这帝家怎么可能会谋反？可是咱们的陛下却一意孤行，将8万帝家军和那帝家满门通通杀尽。安宁，够了。唉，如此血泪交织的往事，看来太子殿下一生都无法忘记弟子园了。他毕竟是帝家唯一的血脉，也是帝韩结盟、化解仇恨唯一的契机。哎，可是太子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弟子园过了那么多年，说不定他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弟子园了。要么他回京呢，就是另有所图啊。这弟子园是我见过京城最恣意洒脱的女子，即便她改了名字，也会有人记得。那又如何？那我任安乐也是这世间罕有的女子。再来，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任安乐，这绢花次次由你起头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那你来好了。殿下。喂。骆大人，骆明熙，是骆大人。哦，骆大人，问吧。你为何总与任安乐一起出现在凌香楼？对啊。这个我知道。咱们这骆大人啊，看起来冷酷无情，可是他这心里啊，却惦记着。咱们的小琳琅。骆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嗯，难怪琳琅姑娘总是那么难请，是早已名花有主了。骆大人，你原来喜欢琳琅？我可以向陛下请旨，为你赐婚。我的婚事就不劳烦殿下操心了，您还是快点选您的太子妃吧。哎，对了。琳琅姑娘，这几坛酒就先存这儿了。为了骆大人的姻缘，我们以后会常来的。